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制，第一套圣战计，第二计围魏救赵。围魏救赵源于战国中期齐国军事家孙膑指挥的桂陵之战。围魏救赵之计的核心是攻其必救，通过调动敌人，在运动中造成敌人暴露虚隙，从而达到主动歼敌的目的。按照避实击虚这一战争规律，战争指导者只有根据敌我双方的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，先于敌人发现敌我双方各种潜在的优势和劣势，先于敌人采用各种手段，以促使敌方潜在的优势得不到发挥，而使其潜在的劣势和各种不利因素发挥作用，由此避开对手长处，而攻其弱点，达到以断击卵的效果，取得战争胜利。当然，在军事上，虚与实的含义是十分丰富且富于层次的，如它既反映在战略层面上，也反映在战役、战术层面上，既可以指一个战略要地，也可以是一城一尺。同时，虚实又有着主次之分，看似同为击虚，却有着高下之分。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击虚，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能发现敌人的虚，而且贵在辨敌之实为虚，利用现有条件甚至创造条件进行虚实转化，实现以实击虚。面对强敌，如果一味硬碰硬，就成了敌阳。这种攻坚战法势必使敌人处于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，己方胜算不大。相反，如果攻其虚处，就是敌因，能够分散敌人的力量，削弱其反应能力，使其顾此失彼，失去正常判断，己方则可以实现出其不意的目的。同时，这种攻其不守的敌因行动还可以吸引、牵制、削弱敌人，己方则趁机掌握战争主动权，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、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，实现攻其不备、克敌制胜的目的。可见，击虚的核心就是进攻既是敌人要害，又是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。用孙子的话说，叫做攻其所不守。自孙膑创造性地使用围魏救赵战法以来，这一战法一直为历代军事家所推崇，成为他们用兵作战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克敌制胜的重要谋略。结语：攻敌不如分敌，敌阳不如敌阴。攻打兵力集中的敌人，不如先把他调动分散后再打；攻打敌人的强盛部位，不如攻打敌人的薄弱部位。暗语：治兵如治水，锐者避其锋，如导流；弱者塞其虚，故助堰。故当其救赵时，孙子谓田忌曰：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权，救斗者不搏己，批抗导虚，行格事尽，则自谓解耳。指挥作战如同治理水患，对于来势凶猛的敌人，要避其锋芒，这正如疏导水流；对于势力弱小的敌人，要攻其虚隙，这正如修筑堤坝堵塞水流。所以，当齐国援救赵国时，孙膑对田忌建议说，要解开一团乱糟糟的丝麻绳索，不能用手生拉硬扯；要排解别人打架，自己不能动手参加；要避开敌人的强点，打击敌人的弱点，造成敌人不得不就范的客观形势，这样赵都之围也就自然化解了。战略：攻魏救赵，因败魏兵，千古高手。齐魏两国是战国中期东方和中原的两大强国。西元前354年，魏惠王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北方的中山国。庞涓认为中山国不过弹丸之地，距离赵国又很近，不若直接攻打赵国都城邯郸，既可以使中山国失去后台，还可以借此削弱宿敌赵国的力量，实现一石二鸟之效。庞涓率领有500辆战车的大军直奔赵国，包围邯郸。魏国以主力攻赵，两军相持达1年有余。邯郸危在旦夕，于是赵国向齐国求救。齐国君臣反复商讨，权衡利弊后，决定对赵施以援手。齐王任命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。
当齐军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，孙膑建议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进军，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，攻其防备空虚处。如此，魏国必然被迫撤回攻打赵国的军队，回师自救。这样，齐军既可解赵之围，又能使魏军疲惫，找到击败魏军的战机。田忌采纳了孙膑批抗倒虚、急走大梁的计策，统帅齐军主力迅速向魏都大梁挺进，并切断魏军的退路，占据有利地形，逼迫魏军回救。魏国大将庞涓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刚刚攻下的邯郸，率主力回救大梁。这时，齐军已将桂陵（今山东菏泽东北）一说今河南长垣西作为预设的战场，迎击魏军于途中。魏军长期攻赵，加上急行军，消耗很大，很快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，溃不成军。庞涓仓皇逃回大梁，刚刚攻下的邯郸也得而复失。经此一役，魏国实力严重削弱，齐魏在东方形成战略军事，平分了东方霸权。而桂陵之战也作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被载入史册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